大周期定方向，小周期找入场。大家好，我是小强。新年快乐，马年行大运。那一天在2月17号的时候，我有开了一场 live 实盘交易直播，然后在那边我也分享了我的入场点，还有为什么我会入场，我也有 post 在我这个主页这里。大概在也是4天前，有跟大家讲这个75%的方向机会。相信有入场的朋友呢，至少都会得到一个至少盈亏比2.9的一个单子了。所以恭喜大家，马年的第一份红包就这样到手啦。OK， 现在我们看回来这个就是黄金的日 K 线。像我之前所说的，黄金还是在这个交易区间里面运行，所以我们要用交易区间里面的这个行为特征去做交易。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它有一个框通道。我们去比较小的周期图里面看，现在看1小时周期图。OK， 1小时周期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有框通道的特征重叠，很多重叠，大起大落，然后有第二段陷阱。那天我是说在这里入场，然后过后可能持有到这边下面，只是这里就开始出现了反弹，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第二段陷阱。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拉到这里框通道。好，如果我们是根据之前一个最低的点去画的话呢，这个宽通道呢，它其实就是所谓的第二段陷阱，是不是代表我之前这里画的就是错的呢？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交易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事情来的。有些人觉得它是突破成功，有些人觉得它没有突破成功，所以它是非常有两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可以非常主观的认为它一定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去看现在它到底这个价格行为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不代表之前我标记在这里就是错的，之前我标在这里，所以当它突破的时候，可能它会在某个点你看到时候这样子，可能你不知道它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点奇怪，它一旦创新低，又有多头入场，创新低有多头入场，所以它还是在一个宽通道的那个特征里面运行，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去主观的认为它就是一个失败了。而且如果看回去的 context，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它底下其实也可以算成是一个通道的一个最低点。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画的话呢，你看，它就是会有这种第二次突破的陷阱，所以必须要很客观的去看待交易，不可以非常的主观认为它一定就是这样。然后多头的止盈目标，如果它在这里入场，它会上看哪里呢？这是通道的1/3下方。如果它入场了，那么这个多头它会在哪里止盈？它第一个目标位，它会上看到这个通道的中轴，大概在这些地方。第二个目标位，它就在这个1/3的上方，通道的上方。同样的，它的那个止损的地方如果它宽通道的话，那它就要用这个通道的宽度至少一半的位置。如果你真的画到这么大的话，可以看最高的最低差不多一个428，意思是说，如果我在这里入场的话，你至少要有一个$200的止损，大概在这里，那你就可以确保你不那么容易就会被第二段陷阱给打掉你的这个止损。虽然它的这个胜率是很高，但是它很容易会有这种第二段陷阱。
然后打掉你的这个止损。所以为什么上个星期我说了，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初始止损设在4830的位置，就是这样子。你看这最低的地方，它曾经去到4841。还有去到4841，所以为什么我上个星期的视频说要用比较大的止损，就是这样。这个星期你看到应该要有这么大的宽通道也行，那么你的止损相对来讲，就是我说的，你至少要有这个通道宽度的一半哦，这样子你就没那么容易被打到止损。这个是初始止损啊。OK， 在它运行到很像中轴的位置的时候，你再提高这个止损。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了，可以，只要是合理的哦，都可以。所以这个多头第一目标位还是不变，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大概应该是5200，就是我之前说的。所以它上看，如果它真的是突破哦这些之前的这个阻力，它很可能就是第一个地方会去到5200，然后它还会不会像之前那样？疯狂的上涨，甚至是测试到这个5598的位置呢？我们只能说见一步走一步哦，因为它现在是在这个宽通道里面运行哦，宽通道里面运行，那你就用宽通道的特征去交易，它有很多突破失败第二段陷阱，所以要非常小心。就好像如果把这个通道真的是画到这么大的话，你们可以看到。第一次突破，第二次你还以为真的是它是非常有用力的，但是最后你可能就是会中到陷阱啊！我看4小时图会更加明显。第一段、第二段，你还以为它真的突破，你没有去等一个跟随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被套着了。我们再看小一点，甚至15分钟图，你看它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突破，它就算突破了。很快就有多头介入啊，突破有多头介入，所以没那么强这个空头。包括如果上个星期有入场的朋友们呢 ，OK， 我再把通道缩小一点给大家看。如果上个星期有入场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假设你真的以为它突破成功啊，没有啊？你看它过后它就有一个不好的跟随，它虽然是很大。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跟随，除非你是说小周期，它可能就有好跟随。小周期来说，就好比讲15分钟图啊，你看它有跟随，5分钟图啊，它也是有一些跟随，但是呢，就是不太能够做比较大的一个波段啦，不太能够，因为它力量真的不是很强。因为我说过了，要去大周期定方向嘛，小周期找入场。你看大周期比较大周期的方向，其实就是有很多失败的跟随，所以并不是非常的强势，它还是很多重叠，很多失败。你看到，哎，这里好像也可以把通道画宽一点，可以啊，没有错的，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哦。非常客观，所以做交易啊，不可以太过主观。正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肥黄燕瘦各有所爱，所以啊，这个交易啊，就是不可以太过主观，大家千万要记得哦。然后现在我想督促的就是，现在它还是在宽通道，那么大家就尽量去用宽通道特征去交易啊。那么你还适不适合入场呢？可能如果它真的是又回落到这边，有看到一个适合入场的机会，那你就入场了。哦，然后过后第一个目标位在这里，第二个目标位就在这上方。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